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也就是现在11点半到12点，只有30分钟。今天只有30分钟。那么大家可以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的话，有时候打中文的话，中文名字我可能会漏看，尤其文字比较多的时候，所以说尽量打英文名字或者代码。那么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的这个大盘，说一下标普大盘。最近这个标普大盘走的是非常强劲的，尤其是周一这个大的跳空缺口，对吧？这个特朗普的功劳，功不可没。下跌的时候他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上涨的时候也是功不可没，对吧？折腾来折腾去，又回到了他之前要打贸易战的时候，又涨回来了，甚至比之前还高。所以说，你不能不说这个，股市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那个我们在这个一直说，在周线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这个5773。周线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位置为5773。如果说呀，现在你如果说从3491这里分析的话，其实它的整理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破坏，就是这个上涨的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破坏。那么怎么说呢？我们来这个复一下盘，从3491这里。这个是周线的第一个中枢，看这个水印儿，看这个水印儿。我的每一个那个解盘或者分析都有水印儿，都有这个周期，在缠论里面周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周线上，这是第一个中枢，这里其实在构成了第二个中枢。那么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并没有接触，还是可以是一个趋势上，它还可以再次打掉历史最高点6147，对吧？在理论上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么现在它这里是第二个中枢，它完全是可以围绕这个第二个中枢随意震。因为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规定它必须要在中枢内部震，只要它的高低点回到中枢里面来，它就是在做中枢震荡，对吧？它的这个结构或者它的这个斜率是可以任意的这个方式。但是它现在又回来了，我们之前说过这个5773，现在回来之后。看它这一笔的上涨是不是能够再向上冲一冲？这里有一个中枢的中轨，还有这个历史最高点6147，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整理状态其实并没有完全提升上来，因为你看它这个 MACD， 虽然说现在这一波冲的很高，很强，但是这个 MACD 还在0轴以下呢，对吧？还在0轴以上。如果说它能够把 MACD 拉到0轴里，也就是说它可以顶到这个中轨这里，甚至顶到这个6000点这个位置，然后再往上冲，那基本上就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甚至是走第二个大 B 中枢的离开段也可以的，这是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那我们看一下从4835上来这个的日线，4835上来的日线，因为4月9号这一天的这根 K 线，也就是特朗普宣布跟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停90天，那么造成了4月9号这天这个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用递归分析的话，其实这是3笔，但是如果说严格分析的话，它只有1笔。也就是说，日线上是1笔，周线上也是1笔。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说明这个日线上这个动能是非常强的，对吧？动能非常强，然后现在这个所有的表达都是非常强的。所以你要做空的话，这是轻易不要尝试做空。如果说你这个，因为现在做空是逆势嘛，对吧？那么看一下这个1小时这个结构，我们之前在解盘已经说过多次了，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好几个中枢的一个扩张。下面1小时的 A 中枢大 A，1小时的大 B， 然后中枢扩张了，形成一个新的升级的中枢，然后2次回落形成了下面中枢的3买，然后再开始尝试离开。那么因为周一的这个消息刺激，现在是一个尝试离开这个，对吧？所以说任何的级别分析的时候，你只要看最后一个中枢就好了。
最后一个中枢的位置，现在的价格在中枢的什么位置，对吧？中枢上方强势，中枢下方弱势。但是你在做买卖的时候，就是强势衰竭的时候要减仓，甚至是去做空；这个弱势衰竭的时候要买入。但是呢，一定要找到那个衰竭点，不是说中枢上方就要卖，中枢下方就要买，一定是衰竭。怎么判断是否衰竭呢？次级别、次级别，对吧？要结合多周期来分析，你才能够更好的抓到那个拐点的位置。所以说，但是呢，目前是处于强势状态。你如果说想减仓或者甚至做空，肯定不是本级别的。那么肯定是小周期的，什么5分钟、1分钟、15分钟，只能做日内很短的。所以说这种就是刀口舔血了，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小周期的这个减仓做空动作？没有能力的话，现在大周期是强势的，我就一直拿着就好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操作起来并不难，前提是你要知道现在大周期要做什么周，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周期的，然后你要知道现在整体的行情。就是在大周期，尤其是大周期是处于一个多空的一个强弱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样的话你就好分辨。如果说你不能够区分大周期、小周期的强弱的时候，你就会混乱起来，对吧？你其实只是想做一个小周期的这个回落，但是呢，它并没有给你回落，然后又上去了，但是你没有做止损，那你可能觉得啊，这个位置就想一直让它回来，但是它的大周期并没有出现衰竭。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确自己，你是做小周期的日内交易，还是就几分钟的交易，就赚点钱就跑，还是说要赚中长周期的，是1周的、1个月的、1年的，这个一定要这个分清楚。小周期和大周期的交易一定不能混在一起，一旦你混在一起的话，你的整个交易是混乱的。所以说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尤其是对很多新朋友，那么交易一旦混乱起来，你的交易就是没有节奏的，你会发现。那么现在1小时上这个上涨如果结束的话，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还是3买，还可以打高点。如果说拉回来了，就是做中枢震荡。怎么能够判断拐点呢？小周期，看它小周期里面有没有超过2个中枢。目前看从5644上涨这段的1小时上，现在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已经有2个中枢了，起码5分钟是有2个中枢的。所以说你不要追了这个位置，起码在1小时上看就不要追了。如果想买的话，等待这笔回落，看它能不能够回来，我不回来的话，再做这个3买，还可以再上去。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如果说出现顶分型，现在连1小时的顶分型都没有，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底分型的，对吧？没有顶分型，说明就没有顶，那你就可以一直拿。所以说不要着急，要严格按照我们的信号进出。没有信号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等待。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指数，然后再看一下朋友们问的，秦朋友问 SMH 这个 ETF 是吧？就是跟这个芯片半导体相关的这个 ETF， 那么肯定也是受到今天英伟达大涨的一个刺激，或者说所有的芯片股今年都应该是上涨的。主要的刺激原因就是因为川普的功劳了，川普这个去这个中东去串访去了，去中东访问去了，然后带了好多大佬去，带了好多这些大科技公司啊，还有这些银行啊，像什么 BlackRock， 带了这些帮 CEO 去了，然后要去就谈商业的一些合同。那可能是英伟达今天是说是要跟当地的一家公司合作做这个生产芯片，刺激了英伟达的一个上涨，那么也就是带动了整个芯片行业的一个上涨，所以说不奇怪它为什么涨上来了。那么这位朋友，这个秦朋友说看一下半导体 ETF 是吧？那么大结构的话都差不多，你看它的图形，你可以把这个 SMH 跟这个英伟达，你跟它可以放到一块分析的话，图形基本上一样的。我们可以应该有一个，我看能不能够叠加，应该在这里能够叠加。我们叠加一下英伟达的这个图形跟这个 SMH。哦，它这个被压缩了，下面这个是 SMH 的，然后上面是这个英伟达的。就是你一旦叠加之后，你会发现它俩图形都差不多。那么它也是月线上这里有一个出现月的底分型了，那么英伟达也是一样。
在周末我给会员朋友做那个会员分享的时候已经说过，英伟达是出现一个大的月的底分型，然后我们就主要关注重点就是这个底分型能否成立。那么针对这个 SMH 也是一样的，对吧？只要170这个位置不被打掉的话，它在月线上就要生长出来一笔。至于它能否再次突破前面这个历史高点，这个我们在当下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对吧？我们只能跟踪它。这个结构它的次级别是慢慢生长的，对吧？所以说你的防守位就是170，只要不跌破170，月线上就要生长出来一笔。至于它能不能够再次出现高点，那是之后的事儿。或者说还在这里做一个月线的大中枢也可以，再选择方向，甚至向下掉头也可以。无论怎么样的话，都要生长出来这一笔来。所以我们现在计划的就是做这一笔。那么这是刚才在月线上，那么周线上是一笔已经出现了，对吧？那么月线上是一个底分型，是月的这个底分型，周线上是一笔。那我们再看它的1小时这个日线上，也就是说日线是月线这个周期的次级别，这就是你要不同的这个级别区分开来。那么它这个在日线上，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这个170这个位置，把它断开。现在我只看170右侧的，那么走的非常强。你看跟这个MACD 张口张的非常大，然后这里也是一样，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要么是3段，要么就是1段都可以，对吧？我再看一下1小时。1小时上跟刚才那个标普没啥区别，对吧？这里有一个大的这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在这里做了第二个中枢。我们看一下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区别，因为这个跟那个英伟达很像。那么这里是做了第二个中枢，1小时第二个中枢。你会发现这个位置踩的很牛啊，对吧？这是踩的很牛，刚好踩到中枢里面来了。那么为什么这里面不算2笔呢？在1小时上为什么不算呢？因为它的第3段破坏了这个前面两笔，它的第3段，也就是这段只有3根 K 线，破坏了前面这2个，所以说它是一笔就回到中枢里面来了。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只能当成一笔画，它的结构是这样：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然后是再次上，再次回来，它的中枢就是构成或者围绕这个中枢震荡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位置是起涨点。那么从这个起涨点之后，然后上去之后，这个回落不够笔，也可以当成一笔，这里可以当成一个强300，1小时的小的强300，然后又上去可以当成一个1、2、3段，对吧？你这样的话有1、2、3段的话，就相对来说好分析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画，先把它当成一个递归出来的一个小300，然后现在是走1、2、3段，就是这个1、2、3。那么在这个 SMH 的话，还在走第3浪或者第3段、第3笔、第3浪都可以。那么3的话，也是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个办法。它的小周期的话，这里是有2个小中枢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离开段走得很强，说明它的次级别可以再生长出来一个，就等它小周期上可能有3个中枢之后，才有可能有回落。那么这一笔回落要关注它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224附近，碰不到的话还有5的话也可以非常强，但是也是可以非常弱啊，也可以在这里做中枢。那么这样的话就有3个中枢，但是前面2个中枢是扩张的，这就跟其他的标普是一样了，你可以借鉴一下。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手里有的话继续拿着，然后给到一个明显的顶分型的时候可以减一点，等待这一笔的回落，回来了碰不到继续买回来，然后等待这笔生长弱的话再卖，再做这个中枢。如果说非常强怎么办呢？那当然是这个位置买的多拿一拿了，就是这么做的嘛，节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我应该把各个周期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至于怎么做就需要你自己去跟踪去了。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艾米朋友问的 Meta 卖飞了这个艾米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之前有一次直播问你是买在了700附近的那位朋友，然后后面一直加，对吧？我当时给你的建议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它能涨到什么位置，或者说跌到什么位置，我们能做的就是因为你长期看好一只片的话，尤其像这种大的7姐妹科技公司，你是敢买回落的，对吧？你是敢买回落的。那么你如果说是卖飞了的话，说明你的就是那个节奏，你的周期就是没有清楚你要做什么周期的。
说明你的周期是乱的，你是把你的小周期跟你的大周期混到一块儿了，对吧？你要说做大周期的话，那么现在从这个 88.9 这个起涨点的话，它现在只有一个中枢，这是它第一个周中枢，这是第一个周中枢，它可以再次打掉740，然后可以直接走的离开非常强，在上面再做出来第二个大的 大 B 中枢，这是一个大 A 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出现 C 都可以，对吧？所以这就是你利用为什么我们要看大周期的原因，就是我要计划我的交易，不能说我的大周期是要长期看好的，然后小周期稍微有一点波荡，有点震荡我就乱了，那你这要说明你的周期是乱的，节奏是乱的，对吧？那么现在以这个479作为这个周线的起涨点，或者说构成中枢之后这个结构买点之后，这里要生长出来一笔，对吧？除非是打掉479，那这样的话你的进场的条件就没有了，那你就需要止损或者说这个减仓，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大周期的这个位置作为依据的原因，是因为周期越大，它的空间越大。你觉得巴菲特会天天去做5分钟、15分钟的交易吗？他根本看都不看，对不对？人家是周期越大，对应的空间才大呀。我从这个479涨到740，55%啊，大资金都是要做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周期呢？因为它空间大呀。你天天去在意那个35%的这个涨幅，你是吃不到这种大空间的。所以说这就是一定要定好自己的交易周期，定好自己的这个持股周期。那么现在这个周线上还在生长中，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还是一笔，对吧？日线上还是一笔，现在是走的是非常强。那我们只能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这一段的次级别有没有饱满，有没有这个结构。所谓的饱满是不是有结构的目的，就是看它是不是涨的这个动能不够强了。因为结构越饱满，说明它的上涨动能就开始偏弱了，或者说上涨动能没有后期的动能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要回落了，我们有可能就要开始减仓啊，或者说出局这些。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点是应该在这里，那么这样的话，这里是有一个第二个中枢，把这个第二个中枢也给它画出来。所以说针对那个 Meta 的话，它在1小时上是一个趋势上，它的高低点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没有接触，这种情况的时候反而没有那种接触的这个强，晓得吧？如果说这两个高低点有接触的话，这是一个升级中枢的话，那么后面我还可以期待这里再生长出一个大的这个升级之后的中枢，然后再打高点。但是因为它两个中枢没有接触，意味着它完全可以一个回落给一个小三买，然后再来一个高点就可以结束了。也就是说，这笔在日线上完全是可以以这种节奏结束的，可以再次有一个3段回落。那么意味着我的周线上可能出现一个大的回落之后，那么周线上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回落，那么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的买点。所以说现在首先这个已经是出现两中枢，不是说两中枢之后就100%结束，而是说它的对应性更强一点，就两个中枢之后就结束这段的上涨的可能性。禅师在一篇文章中说过，90%以上的概率，不论你是日线中枢还是1小时的这个周期，还是5分钟周期，超过两个中枢的都不多。是在股票里面，如果说你是外汇的话，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期货的话，可能延续性好一点。但是在股票上，各个周期两个中枢就是说的趋势，所谓两中枢是趋势，是不能有接触的这种，两中枢之后结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周期是结束的概率大。那么我一旦有一个3段回调之后，我相当于一个趋势上对应一个盘整下，我可以继续往上走。不是说去这个1小时结束了我就要全部卖出，而说要有节奏的减仓，是你在1小时上这个周期要减一减，然后等待它再次回落之后再买回来。这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差价操作，我要把我的成本降下来呀，对吧？所以说针对这个 Meta 的话，首先不要追了，第一不要追，第二是如果说有的话可以再继续拿，因为它现在连顶分型都没有出现。出现顶分型了，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的次级别也是一样，可能有2个小中枢了，有一个回落。回落的话，如果回不来，再买回来，因为还是1小时的300，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你也可以同样的方法，从这个起涨点测一个这个回落点，利用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
不是说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有多神奇，而是说到了这些位置更有可能更有希望得到支撑，对吧？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把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个位置这些点位当成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开车的时候一个十字路口，到了十字路口我要看这个当时的路况，有可能是红灯，有可能是红灯，但是问题是，那个十字路口站了一个警察，他接管了这个十字路口这个红绿灯，他给你招手让你赶紧往前开，那你说你是往前开呀，还是在这等红绿灯啊？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是根据当下的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你要看当下的情况，然后才能做出来相应的一个应对，而不是说我要去预测它是回撤到 0.382， 还是回撤到 0.25， 还是回撤到某一个位置，它就止跌了，对吧？很多人就喜欢预测，好觉得好像自己很神很牛一样。哎呀，某一个位置，这个有支撑，对吧？这种都是无聊的一个游戏。那么这个跳空缺口一般回不回补？我之前讲过，跳空缺口有3种。跳空缺口我们之前说过有3种情况。我们可以看这个MACD 这里就有好多缺口。一般缺口呢，第一个缺口是这个突破缺口、中继缺口、衰竭缺口。就是说缺口有3种。就基本上就是这3，你可以归纳成3种。一种是突破型缺口，突破型缺口一般都在底部。那么这是中继型缺口，中继型缺口一般在中间。那么衰竭性缺口的话，一般在尾部。一般衰竭性缺口和中继型缺口都会被补掉，但是突破型缺口分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周期是日线这个周期，对吧？相对是比较小的。如果说你这个周期是什么周线了、月线大的这种大的周期的缺口，有可能不会被补掉，就是尤其是这种突破型缺口。所以说你要分，但是一般情况的这个中继缺口和突破这个衰竭性缺口都是要被补掉的。但是呢，补缺口不是说我今天出了缺口，我明天就要补掉。它完全是可以这样往上生长，然后某天叭下来，把这个缺口补来。什么时候补不知道，这个周期你是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补缺口的，你只知道衰竭性缺口和中继型缺口大概率是会被补掉的，你只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补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没有什么意义，补不补没有什么意义，你只要跟踪就好了，知道不知道都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这个 MACD。 然后看这个 share 的朋友问 CLSK 和这个 Coinbase， 这2个都是挖矿的是吗？那这个 CLSK 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现在是9.6块，可能是盘子比较小。那么今天涨得比较猛的是那个 Coinbase， 也就是你问的 Coinbase。我本来就是想说这个，我们可以先说一下 Coinbase， 然后再说这个 CLSK。Coinbase 的话，在1个月前，今天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频道，在1个月前，不知道是哪位朋友问过，当时就是在这根 K 线，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那么也就是这个回落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低点的，当时还没有出现这个142.58这个最低点，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就说，我说什么呢？我说这个月线上如果说跌破了163.52之后，我们在4月2号，应该是4月2号分析的，在4月2号1个月前，我们在这个位置分析说，如果说回落之后跌破了163.52，那么月线上就回撤成比了。月线上回撤成比之后，它是一个月线大2买，前面是月线1买的话，当时在4月2号应该是我是这么分析的。那么在4月2之后，它确实是打了一个低点，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它月线上回落成比了，然后又开始回拉。我不知道当时问的那个位朋友有没有在这个位置买进去。那么现在它的结构，月线上也成一个大的这个月的底分型了，而且是这个强底分型。然后周线上上涨一笔，周线上如果说你用均线的话，也是踩到了这个120周均线和200周均线都在这个位置，对吧？均线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黄金分割呀，什么那些点位啊一样的，不是说它有多有用，而是说它是一个简便的方法。你不用仔细看的话，你就大概搂眼的话，就看它是在这个长期均线之上啊，还是在长期均线之下，
所以说，只不过就是一个方便的一个法门，不是告诉你这个均线有多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结构，而是这个不是这个均线。对，但是呢，均线是帮助我们辅助判断。那么现在踩到这个均线上又上来了，说明这里做了一个空头陷阱之后拉回来了。那么现在周线上是一笔上涨，再看它的日线，日线上从这个142.58，就是这个拐点这里开始是一个三段。如果说你借用前面这一笔的话，那它其实是走得非常强，这笔回落刚好在这个中轨之上，看到没有？这笔的回落刚好在这个类中枢的这个中轨上面。我一直说，如何判断强弱？中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对吧？回来没碰到中轨，在中轨之上。那么你当时如果说跟踪这个的话，那这个回落肯定要买回来的呀，这是一个二买呀，日线的一个二买，看到没有？然后你再结合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你可以很精准的买在这是多少？你买不在193的话，你也可以买在这个日线的底分型这里啊，对吧？出现日线底分型之后，你在这个二买是一定要参与的呀，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大概在200附近吧。你其实买不在193，你能买在200。所以说现在又是一个三段了，又是一个三段。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下这三段的一个力度。等比例在262，也就是说它涨到262，那么就是跟前面这一段的那个力度相等。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或者叫斐波那契扩展器也是一样，到了262你再看，到了十字路口你再看它的路况，路况是强呢还是这个路况到了这个262附近之后，我的内部结构很饱满了，有2-3个小中枢，那么到了262肯定就结束了呀，那可以再回来了。回来之后看它是不是有走一个4浪回撤，有5，对吧？所有的这些都是路况，都是十字路口，所有的这些黄金分割都是十字路口而已。具体你是不是要停车，还是要加油往前干，要看当下的路况，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不是要告诉你这个黄金分割这个工具有多牛逼，而是一定要注意当下的结构。那么现在上涨的很强势，再多拿一拿，对吧 ？MACD 现在表达也很强，虽然说这个柱子的长度。MACD 的柱子长度没有前面的柱子长，但是它没结束啊，这段没结束，它可以一直生长，起码这个快慢线的张口是张的大的，看到没有？张口是张的大的，所以说有的话可以继续拿，不需要减仓，就继续持有就好了，但是不要追了，你买的是在这个位置买，而不是到这个位置去追它，这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在这个分析一下你问的这个 CLSK。这个应该也是你说是跟一个这个是矿股是吧？挖矿的，挖比特币矿的。但是呢，比特币矿它这个图形的话，这个比9块多，它比那个 Coinbase 就差很多。这个我们之前应该分析过，它是明显在一个大的一个收缩三角里面，它在一个月线的收缩三角形。月线的收缩三角形，所以说没有突破之前它不会有大的这个行情的，它必须要突破这个三角整理，要么是向上选，要么是向下选，它没有选择方向，对吧？所以说你能做的其实是那个是小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但是呢，可做性其实并不强，这种其实不用现在不用管它。等它什么时候突破了选方向的时候，你再做它，要么是去做空它，要么是去这个出现方向之后才有可能。上面的空间很大呀，对吧？如果说真能出来的话，上面的空间是很大的，所以现在你只能看一下小周期的。那么我们之前是分析过这个，这是从24月线上这里是有一笔有希望要结束了，那么这个从这个24跌到这个最低点。6.45是有希望要结束了，因为它这个结构是饱满的，这有进入段，然后2次回落，又打了个低点，然后这个离开比这个进入是弱的，对吧？这个 MACD 我们也能看出来。那么现在又回到中枢里面来了，但是呢，回来中枢之后，它现在已经够比了，这个的强度不够强，它完全可以再出来，再下落给一个周线的二买之后，然后再上去。所以说，首先不要追了。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内部再看一下它内部结构，如果说在内部这个位置买的，可以先减一减。你看它已经三段了，这三段我们也比较一下它这个力度，肯定是在等比例或者说甚至不到等比例的位置，对吧？还没到等比例呢，等比例是10.63，但是这个120天在这个卡在这里了，所以这个就跟刚才那个 Coinbase 明显不一样了。Coinbase 虽然说没到等比例是可以继续拿，但是它就偏弱。
它就偏弱。就是说有的话可以先减一点，等待这个是不是要回落，是不是2次回落做成中枢之后再上去，甚至是可以再打低点，也就是说再次跌破这个位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来个3段，这样的话就构成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周线上有一次回落，但是不能够再次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之后给一个2买，就周线那个2买，然后再次往上走。所以整体这个的话就偏弱，可以先减一点。现在已经到了美东时间12点，但是还有一位朋友这个问 UNH， 我们可以简单说1、2句，因为这个的结构其实我们之前是分析过的。当时有一位朋友做空在600附近吧，还是在多少？应该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非常牛，非常牛，做空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就说他没有背驰，在周线上他没有背驰，他跌破了414这个位置。我们在上一次可以在我频道里面搜一下我上一次分析 UNH 的时候，那么我们当时说跌破了414之后没有背驰，你就继续拿呀，没有任何做多的这个，或者说没有需要 cover 的这个技术上的信号，因为这个3不背驰，它就可以继续往下生长，甚至生长到 1.618， 也就是295，生长到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弹一次，弹一次的话这个位置可以去加空它，因为还有一个5浪呢，或者说不跌破这个小低点的话可以有一个2买，你在2买的时候再 cover， 或者说再次跌破这个位置的时候再 cover 都来得及。这是我当时对那位朋友的一个这个建议。我当时是在应该忘了是几周之前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那么我也可以看一下最后这一段，就最后这第3浪或第3笔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现在基本上全是那种大的缺口往上跳空的，往下砸的，对吧？那么之前也是因为财报啦，然后又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么消息面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么在日线上，从606下来之后，全是大缺口，没有任何结构，一笔下来的。但是他尝试过几次想出现底分型，任何的转折的前提都要出现顶底分型，对吧？没有底分型就没有底，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所以说不出现顶底分型的时候，你看都不用看。出现了顶底分型之后，你再结合一下它的那个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我们用的是双触发。所以说针对那位朋友，如果说他当时在这个位置做空的话，那么如果说你的盈利非常大了，可以先补，就是 cover 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毕竟盈利非常大。如果说拿不住的话，先 cover 一点。但是他现在这个已经出现2次的大的这个跳空缺口，那么如果说真要杀到1295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周期上没有任何的衰竭，现在这个月线上是到了这个200月了，月线上已经120月，月线上到了120月这个均线。如果说这个扛不住的话，可能要去200月，那就去这个240附近或230了，晓得吧？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做空的话，就可以继续持有。做多的话是要非常谨慎，宁可不做它，也不要去做多。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分析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